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周六表示，俄军打击了在乌克兰的外国雇佣兵基地等军事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方面表示，乌克兰军队在顿巴斯地区击退了俄军的10多次进攻，并在焦点地区北顿涅茨克与俄军激烈巷战。目前，乌军仍然控制着北顿涅茨克市约1/3的地区。另外，3名在乌作战的外国雇佣兵被顿涅茨克地区法院判处死刑。这是第一宗涉及外国雇佣兵的死刑案件，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周六表示，在过去的一天，乌军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方向击退了俄军的14次进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还表示，俄军正在集中力量准备进攻斯拉维扬斯克。目前，乌军仍然控制着该市约1/3的地区，并试图击退俄军的进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夺回了赫尔松州塔夫利斯克村的控制权，在扎波罗热州也取得了进展。而北顿涅茨克的激烈巷战仍在继续。另据卢甘斯克武装人员证实，有约300到400名乌军士兵被封锁在北顿涅茨克的阿佐特化工厂，另有超过500名平民也在化工厂内。卢甘斯克武装人员称，已有部分平民撤离，并由俄军护送至安全地带，但乌方表示仍然控制着化工厂。乌方表示，因遭到炮击，阿索特化工厂内燃起大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毅伟向深圳卫视分析，当前北顿涅茨克的战斗已成为焦点之战，它关系到乌东战事的成败，甚至也关系到整个俄乌冲突俄方军事目标的实现。因此，俄罗斯会加大军事打击力度。那卢甘斯克基本上现在已经97%的土地被俄罗斯控制了，也主要剩下北顿涅茨克，所以乌军的这个最后的据点吧。如果把它拿下的话，俄罗斯就是在东乌地区的这样一个特别军事行动，它基本上达到它的一些目的了。尤其是它现在开始已经发放这个护照了给俄罗斯族的人，所以呢，这个西方的支持现在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这次我觉得俄罗斯它看起来逐步在达到它的一些既定的战略目标吧。另据塔斯社周六报道，由俄罗斯武装部队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的放射性材料数据传输系统已经恢复运行。而乌克兰最高拉达周六表示，总统泽连斯基已经签署法律，允许领土防卫部队的官兵被派往战区执行任务，而不仅限于其辖区，接受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指挥。观察指出，这显示乌克兰正面临兵源不足的严峻形势。据估计，俄乌冲突期间有数万外国雇佣军或外国人进入乌克兰参与乌方作战，来自波兰、立陶宛和法国的人员最多。俄方此前声明，这些外籍参战人员不享有俘虏待遇。本月初，顿涅茨克地区人民委员会刑事和行政立法委员会主席伊琳娜·希什金娜进一步明确，为乌克兰方面效力的外国雇佣兵不能享受交换战俘待遇。上周四，顿涅茨克地区最高法院判处3人死刑，包括英国人艾登·阿斯林、肖恩·平纳以及摩洛哥人拉希姆·萨阿顿。其中2名英国籍雇佣兵均声称，他们自2018年以来在乌克兰军队合法服役。另一名摩洛哥公民萨阿顿曾在基辅留学。3人均于今年4月在马里乌波尔被俄军俘虏。英国士兵平纳早前出现在俄罗斯1电视频道的节目中，他呼吁英国首相约翰逊提供帮助，用被乌克兰当局逮捕的梅德维丘克来交换他们。近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3人军队实施旨在夺取顿涅茨克地区政权的暴力夺取政权罪表示认罪。阿斯林还对涉及武器和爆炸物的为进行恐怖活动而接受训练罪认罪。此前几天，顿涅茨克地区最高法院在审理中指出，这几人参与了乌克兰暴力夺取顿涅茨克地区政权的武装行动，并获取报酬。根据顿涅茨克地区法律，强行夺取政权一般可判处12至20年监禁，充当雇佣兵则可被判处3到7年监禁。但法官考虑到战时加重情节，升重判为死刑。俄国防部称，在乌雇佣兵不属于国际主义人道法规定的战斗人员，无权获得战俘地位。根据顿涅茨克地区的法律，3人可在1个月内对判决提出异议。3名被告均表示将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判决前一天，乌克兰议会国防与安全委员会的一名议员透露，乌克兰正在尽一切可能营救这3人。英国外交部周六也发表了肖恩·皮纳家人的声明，称对死刑判决感到绝望，强烈呼吁赋予皮纳战俘地位。作为在乌克兰已居住4年的居民，他对依据合同服务第36野战旅深感骄傲。依据日内瓦公约，平纳应该被视为战俘。声明称，want the Russian authorities now
to step up and to protect these individuals and ensure that they are returned either to the Ukraine or back here to the UK as soon as possible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目前仍在乌境内的外国雇佣兵人数已从6600人减少至3500人。自5月初以来，进入乌克兰参与对抗俄武装力量的外国雇佣兵几乎已经枯竭。另据德媒《星期日图片报》周六报道，德国总理舒尔茨有望在6月底七国集团峰会前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及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一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德报引述了来自法国和乌克兰政府的信源，但德国政府发言人在回应路透社查询时表示无法证实这一点。法国爱丽舍宫总统府拒绝证实消息，意大利政府则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